今天我在这里给另外一户主人家干活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位大娘杵着一根棍子走了过来，然后我就连忙停下我的挖机，准备让大娘从这里经过。没想到大娘原来是来找我的，然后我就先把挖机停下来，让大娘走过来，问问大娘找我有什么事情。大娘走到我的挖机面前对我说，在上面水泥路那里，那下面有她家的一块地。大娘给我说，那块地的话，很多年了也没有路可以走，然后平时种庄稼的话，拉粮食那些非常的不方便。她说大爷有个小三轮想从这里下去呢，也没办法下去，只有每次都人扛，然后子女呢又在外面打工。今天也是刚好看到我的挖机在这里做事，然后呢就叫我来帮他把这个路修一下。大娘说怎么收费呢？我看着办就可以了，反正要把路给他修好就可以。然后知道了大娘的需求之后呢，我就马不停蹄的把挖机开着过来，给大娘修路了。这条路呢，当时这个大娘叫旁边那里挖屋基的那户主人家给他倒了几车泥巴在这里，刚好呢用来修路。我看到这里呢竹子还有竹根这些非常的多，咱们修路的时候要把这些竹根这些全部给它清干净，这样的话这个路以后才会变得非常的结实。在快要到土这里之后，有一个大石头拦住了这个路，还好我用斗子直接轻轻松松的就把它挖了出来，挖出来了给它垫到这里，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到大娘家这个土里面来，从下面往上面挖着走，这样的话会更好挖一点。像这路中间这些有很多地方高了，我们也要把它稍微修平一点，这样的话这个路坡度才不会那么陡。路中间埋着的这个大石头，我真的害怕它是硬的，挖不动的那一种，还好都是我用挖斗直接可以挖得动。把大石头挖出来了之后呢，咱们在这里挖个小坑，把石头垫到边上，这样的话这个路以后它也不会塌方。然后呢埋在下面呢，这个土也可以继续种，这样修路的话咱们就可以说两全其美，对吧？石头呢也不用丢在旁边那些杂七杂八的地方，给它埋在这里呢，也可以把路基搞硬搞扎实。我在这里修路的时候，我给他家干活的那户主人家也过来看我修路来了。当然了，我在这里修路的时候是不算另外一户主人家的时间的，因为我已经让他把挖机的时间给抄了下来。修这个路的话，等一下给大娘另外算时间就好。把路的形状大概修出来了之后，咱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把这个路面给它先扫平。扫平了以后，把边上刚才我甩出去的这些泡方给它用挖斗给它拍紧，这样的话就算以后下雨它也不会塌方，就比较硬比较扎实。像今天干这个活，我感觉也干不了多少时间，干下来的话估计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我看这个大娘呢，为人也特别的和善，也非常的好说话，大娘让我收多少钱都可以，但是我们本着良心做事，是首先要给大娘给她做好，但是呢钱我们一定不能多收，你们说对吧？把路面全部整好整平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路面再用挖机履带来回的碾压一下，这样的话这条路就全部修好了。我自己也是农村人，从小呢我也在农村长大，深深的知道扛着粮食往上面走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受。这下大爷的3轮车呢可以开到他家地里面拉粮食了。把路修好了之后，大娘也没问我，就直接拿来200块，又给我2包烟。我看大娘也挺不容易，然后的话就收他一点油钱就算了吧。你们觉得应该收多少合适呢？